泽连斯基撤换空军司令，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乌军再次向前推进了2公里。俄军雄旅从非洲布基纳法索撤军回援，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卢卡加机场。红军村，俄军实施关键战术行动，希尔斯基作战指挥。欧盟培训乌军士兵目标今年提升至 7.5 万人。前俄国防副部长被捕，普京访问蒙古会被抓吗？精彩资讯即将开始。F-16坠机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但可能受此影响，泽连斯基8月30日解除了乌空军司令奥莱什丘克的职务，并暂时由阿纳托利·克雷沃诺日科中将领导。在前线战场，乌军的跨境攻击仍在继续。据希尔斯基报告显示，在库斯克方向，乌军再次向前推进了2公里，控制了约5平方公里的俄领土。在苏贾北，乌军正在涅恰耶夫和夏帕罗瓦亚2个村庄驻扎，并控制了该地区。有视频显示，俄军正在对这2处的乌军阵地展开了袭击。在苏贾南，乌军也没有停止前进和集结兵力的步伐。据苏梅州记录的大规模人员活动记录显示，乌军已将国土防御部队作为增援部队调遣至苏贾及其附近地区。此外，乌军还计划将92旅部队全部调进来，与国土防御部队一起保持在博尔基方向的进攻势头。不过有记者报道称，苏贾的战斗与1周前相比，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俄军经常使用导引炸弹和火炮轰炸该市及周边地区。在克列涅沃方向，俄方消息称，俄军夺回了克列涅沃，但同时也报道称，有大量乌军人员和装甲车在克列涅沃及其周边地区爆发战斗。据悉，昨日乌克兰炮兵增援过来，以重炮轰击了克雷涅夫市内街区的俄罗斯军事基地。由此来看，该地区处于灰色地带的可能性最大。在蒂戈夫方向，俄军正在距离核电厂约9公里的科米亚金村周围修建防御工事，所挖的战壕更是直接围绕墓地建造。难道这就是死了直接埋吗？在格卢什科夫斯基区，包围圈已正式合拢，被困俄军结局已注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库尔斯克战役的爆发，一家与俄国防部有联系的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宣布，其麾下的雄旅目前正从非洲布基纳法索撤军，回援俄罗斯。此外，据英国军情局报道，库斯克州政府宣布成立 BARS 库斯克支援部队，即未来俄新兵将被承诺只在库斯克州服役，合约为短期6个月。俄罗斯的 BARS 部队成立于2021年，最初目的是为俄国防部提供一支高水平、高素养的预备役部队。自2022年3月起，志愿者可以加入 BARS 单位进行短期服务。据悉 ，BARS 部队主要是轻型步兵编队，缺乏综合火炮或装甲车。目前俄罗斯各地已有30多个 BARS 单位。不过，据报道称，新成立的 BARS 库斯克支援部队不太可能于下个月建立起支援俄军对抗乌军的能力。至于对俄罗斯其他各州的袭击，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州的行动也在升温。据悉，当地突发爆炸，俄军也被迫紧急启动防空系统，只是目前战损不明。罗斯托夫州的各大能源基地的大火仍在继续，如阿特拉斯油库再次被乌军的无人机击中后，火势至今尚未控制，目前至少有4个油罐在燃烧。普罗列塔尔斯克油库更是已经燃烧13天，大火还未熄灭，现场一片狼藉。俄能源基地的频繁遇袭也促使俄罗斯方面采取了紧急行动，不过却是采用不再公布数据的方式。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莫斯科方面突然宣布将石油和燃料产量的数据列为国家机密。目前俄官方尚未正式宣布此事，具体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拒绝透露数据并不能改变产量降低的事实，更无法打消乌军无人机的攻击计划。此外，据 X 平台流出的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距离前线约290公里的卡卢加的机场和工厂。俄罗斯国防部也报告称，在多个地区共拦截了18架无人机。后续消息，火力军会持续关注。据乌军总参谋8月30日发布的每日战报显示，截至当天晚10点，乌俄双方共发生战斗冲突179起，最激烈的地区仍然是红军村方向。据 ISW 报道，俄军正在红军村方向进行2项关键战术行动，从而作为夺取红军村攻势的一部分。第一条进攻路线是沿诺和罗迪夫卡、格罗季夫卡前进。目前有消息称，俄第55摩托化步枪旅已占领格罗季夫卡，双方正在该市郊区战斗，可以说目标初步完成。第二条路线沿东南方向的谢里杜河、乌克兰斯克和尼克推进，目的是消除俄军攻势的薄弱环节。因为该方向的乌军有机会切断第一条线路的俄军后勤，从而破坏掉俄军的进攻势头。
据 ISW 8月30日报道称，在该方向，俄军第60索马里摩托化步枪营和俄第114摩托化步枪旅分别在米哈利夫卡东北部和西部的别墅地区各插上了一面旗帜。目前，乌俄双方战斗正在谢里杜河村的郊区进行。往南，在库拉霍沃方向，俄军在克拉斯诺格夫卡和赫尔西耶夫卡连续2天发动大规模进攻，不过被驻守乌军击退，并且据报告显示，乌军击毁了来袭17辆俄军装甲车中的13辆。总之，俄军在此地的攻势势头如图所示，很明显是在积极扩大其突出部，从而避免被乌军的反击切断后路。乌军方面自8月份以来，谢尔斯基就向红军村派出了7个旅的增援部队，即国民警卫队2旅、15旅、第109和第117国土防卫旅、第71列兵旅、第151机械化旅以及第15炮兵旅，再加上本就在这里驻守的乌军第47机械化旅、第110旅、第31旅、第25伞兵旅、第68列兵旅。乌军在红军村方向至少驻扎了11个野战旅，外加1个炮兵旅，可以说其兵力已经不少于该方向进攻的俄军。但奇怪的是，乌军却在加速撤退，援军来得越多，退得越快。而且就在昨天，希尔斯基也再度抵达前线，在红军村坐镇指挥。如此诡异的部署，难道希尔斯基带来了什么新战术？在托列茨克方向，战线没有变化，双方依旧在进行惨烈的巷战。据 X 平台视频显示，一名乌军用榴弹发射器向俄军所在的建筑物发射。在克里米亚，乌军无人艇、无人机再次袭击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如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火灾。据现场画面显示，火焰已开始迅速蔓延。截至目前，俄罗斯已出发100多名消防员赶来救火，甚至还派出了米8直升机参与救援行动，但似乎火势仍没有被扑灭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火灾地点距离俄防空部队驻扎地佩奥巴非常近，外界预计大火很快就会蔓延至俄军据点。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明确，不知道是否为乌军无人机造成。欧盟扩大了今年培训乌克兰士兵目标。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8月30日表示，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培训出约 7.5 万名乌克兰士兵。同时，在解除武器限制方面，他表示，欧盟各国外长虽然尚未做出统一决定，但各国可根据情况自行决定。目前，法国、瑞典、拉脱维亚、波兰和荷兰对结束限制表示支持。英国有了放宽限制的想法。8月30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乌克兰呼吁英国不要浪费库尔斯克行动创造的优势，希望允许暴风鹰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土。美国呢，则还在考虑中。但解除武器限制却遭到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反对，尤其是匈牙利继续阻止60亿欧盟援乌资金的拨付，反对欧盟对乌克兰的一切援助。对此，乌克兰也不惯着匈牙利。8月30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宣布，自2025年1月1日起，停止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德鲁日巴输油管道的运营，切断对斯洛伐克、捷克和匈牙利的石油供应。同时，乌克兰还决定从1月起停止俄罗斯天然气通过乌克兰过境。目前，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已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讨论能源安全问题，而俄罗斯面对即将改变的武器使用限制，明显已经开始惊慌失措。其散布消息称，乌军准备使用暴风鹰导弹袭击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俄罗斯各大城市的工厂、克里米亚等。俄罗斯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更是发出威胁称，若是敢取消限制，俄罗斯就会做出强烈且不对称的回应。可以说，俄罗斯又一次的画下了红线。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俄罗斯其他方面消息。据塔斯社报道，8月29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发布官方通报，俄罗斯前国防副部长帕维尔·布波夫因诈骗案被正式拘捕。实际上，关于帕维尔出事的消息，早在今年6月就有了。6月17日时，普京签署法令，解决了他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且令其退出现役部队。而帕维尔被捕，自然也引发了外界的强烈热议，因为他曾担任俄国防副部长长达11年，任职期间他是绍伊古的副手，负责监督俄国防的控制中心系统。而如今，莫斯科接连拘捕数位和绍伊古关系密切的国防部副部长，其下一步行动自然备受关注。大家认为会是绍伊古吗？综合新闻报道称，9月3日，俄总统普京访问蒙古。值得关注的是，蒙古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签署国，而普京在2023年3月就被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签发了逮捕令。虽然8月30日，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表示，克里姆林宫与蒙古进行了良好的对话，不会担心蒙古当局遵守罗马规约。对于中立立场的蒙古，执行逮捕令的可能性极小，
但不知怎么，若是普京被抓，这种小概率事件上演，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据美国《星条旗报》8月26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就黎巴嫩真主党及伊朗问题进行了谈话，最终决定将会延长罗斯福号在红海的部署时间。今年1月，罗斯福号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港起航，起先是在太平洋海域执行安全巡航任务，紧接着又与盟国举行联合演练等任务，随后在6月底开始前往中东接替艾森豪威尔号。算下来至今已进行了约8个月的部署任务。依照惯例，美海军延长航舰的部署时间，通常会以30天为一个单位，这也就意味着罗斯福号起码还要在中东地区待上1个月时间。若有其他变数发生，甚至可能会更久。目前，罗斯福号正与林肯号在阿曼兰海域执行安全巡逻任务。这2艘航母配备有 F-35等先进战机，再结合地中海东岸部署的胡风号，美国在该地区部署的战力已足以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27日报道，为了能够有效打击伊朗，美国在约会软件上投放了大量的广告内容。这些广告不仅配有美国战机照片，还用阿拉伯语写着“我要拿起武器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美国这种创新型的作战方式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注意。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涉及到的敏感信息越来越多，这些广告目前已被下架。事后有知情人员透露，美国用这些广告来对伊朗施压，其实属于正常心理战的范畴，同时也是美军事信息支援行动的一部分。另外，有媒体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伊朗附近全面部署了 F-16和 A-10战机，这些战机能够对其造成直接性的威胁。据韩联社8月28日报道，朝鲜向国际海事组织同时登记注册了13艘新潜艇，包括鲨鱼2级潜艇1号至11号、新普级824英雄号以及新普 C 级坚决月英雄号。其中，鲨鱼2级潜艇中的1号至3号建造于2004年，4号至7号建造于2005年，8号至11号建造于2006年，而824英雄号潜艇建造于2016年。朝鲜在过去射潜射弹道导弹时公开了这艘潜艇，但并未透露具体参数。至于坚决与英雄号，这艘潜艇已于去年9月举行了下水仪式。韩国曾推测，这艘潜艇可能是罗密欧级潜艇的改造版。目前，国际海事组织已经给这13艘新潜艇赋予了识别码，且相关信息已经录入到了全球综合航运信息系统中。对此，美国之音表示，这是朝鲜第一次对外展示潜艇战力，其国内可能已拥有70多艘潜艇。现在向国际海事组织申请注册的这些，仅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据印度快报8月28日报道，印度一架塞斯纳152型飞机于8月20日起飞后失踪，随后印度对其展开搜索行动。遗憾的是，8月22日，搜索人员只找到了这架飞机的飞行员以及同行学员的遗体。紧接着，8月26日，搜索人员终于确定了这架飞机的位置，其坠落在贾坎德邦昌迪尔水坝中。随后，印度士兵借助气球的浮力，把这架飞机的残骸从坝底捞了出来。而截止到目前为止，印度官方仍未公布这架飞机失事的具体原因。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8月29日报道，鉴于俄罗斯此前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克兰国内的国防设施受损严重，为加强现有的国防能力，乌克兰能源专家赫纳图什表示，乌克兰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到国防建设工作中。另外，他还建议从事能源、军工生产等国防方面的工作者执行10小时工作制，以加快国防建设的进程。据多方媒体报道，8月28日，一架美军飞机在叙利亚代尔祖尔省被击落。有媒体称，这架飞机被击落前正试图攻击伊朗的军事据点。在被发现之后，飞行员试图通过弹射逃生，不过依然被叙利亚军队逮捕。另外，根据叙利亚的说法，由于及时发现该战机，并采取了对应措施，这次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据美国防务新闻8月28日报道，美陆军希望在未来5年内对整个战斗部队进行改革，如今正在逐步推进这个计划的实施。在路易斯安那州，美陆军正在进行一系列运用现有科技和新型部队进行混合编制的实验。
这些实验旨在打造未来的旅级战斗部队。首先，提升步兵班车辆的机动性是此次实验的重点。伪陆军现在的步兵侦察连在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时，必须要在中途进行补给，而按照美陆军设想，未来的旅侦察连在执行同样的任务时，根本无需补给，可大幅提升侦察效率。其次，缩减指挥所的规模也是实验重点之一。鉴于乌俄战争中，俄罗斯军队的指挥所过于庞大，更容易成为乌克兰攻击的目标。为避免这种风险，伪陆军正设法缩减旅级和师级部队指挥所的规模，并实测了一款新型迷你指挥所。这个指挥所由4辆悍马军车、1辆步兵班车以及一个约20平米空间的集装箱构成，配备上小型远程偏线群，即可实现正常运作。此外，由于过去的旅级作战部队不仅要承担作战任务，还要参与下一步作战计划的分析任务，导致不少旅级部队已超负荷运作。为减轻旅级作战部队的负担，今后分析任务将由师级作战部队负责，旅级作战部队将专注于作战任务。需要注意的是，伪陆军当前不同的旅与旅之间以及师与旅之间沟通非常不协调。这次实验还将加强部队配合的协调性，并优化相应部门的管理措施。目前 D101空降师第2旅已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联合战备训练中心完成了实兵演练。接下来，第25步兵师第2旅将于10月前往夏威夷的联合太平洋多国战备中心进行测试。第13地师第2旅则预计在2025年进行战斗训练中心的轮调。如果这些实验都能够顺利进行，那么美陆军未来的作战模式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据战区8月27日报道，美陆军曾发出过一份特别的招标案，要求新一代单兵火箭筒重量不超过9公斤，长度不超过1米，射程可达500米，且能够在密闭空间中发射。萨博公司的 XM919 因完全符合上述条件而中标。目前，美陆军已与萨博公司签署了一项合同，将采购约4.94亿美元的 XM919。该合同由美陆军情报司令部负责，预计于2029年8月26日完成。作为美陆军新一代单兵火箭筒， XM919 将取代现役的 M136和 M141，用于打击多种不同类型的地面目标，如坦克、装甲车、碉堡工事和掩体等。据乌克兰媒体防务快报报道，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段影像，显示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7独立机械化旅的炮兵部队正在使用2SE康乃馨自走炮向俄军开火。画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架自走炮覆盖有迷彩涂装，这也就意味着这架自走炮属于国外的原乌军资。根据迷彩的涂装样式，其很可能是由芬兰提供。芬兰的军事专家也做出了同样的猜测，他们认为由于芬兰正逐步接收韩国 K9 自走炮，芬兰可能已将一定数量的2SE康乃馨自走炮移交给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芬兰的这些2SE康乃馨自走炮源自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向德国采购的74架。不过，根据2023年军事平衡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底，芬兰还剩有36架同型自走炮，所以芬兰把库存中的2SE康乃馨自走炮移交给乌克兰的可能性极大。据自由时报8月29日报道，美国航空科技新创公司的 XB-1 超音速示范机于8月26日在加州莫哈维成功完成了第2次试飞。XB-1 是超越号超音速客机项目为收集关键数据而开发的缩小版原型机。在这次试飞过程中，它从莫哈维航空航天港起飞，飞行期间的最大速度达到了每小时445公里，最高飞行高度达到了3170米。试飞的项目包括首次收放起落架、全面检查飞机操控系以及启动新的数字稳定增强系统。接下来 XB-1 还将进行约10次更高高度和更快速度的飞行测试，并将全面检查飞机的所有系统，确保其在进入跨音速和超音速领域时能够拥有足够的安全性。另外，当 XB-1 达到超音速时，将会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内山超音速走廊进行测试。随着 XB-1 的成功试飞，可能会带领全球更多的商业科技公司开启超音速飞行时代，为全球航空运输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希尔斯基抵达红军村带来的战术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